各位朋友，大家好。看了这个视频的题目，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奇怪，怎么突然就聊起了这部剧呢？这是有2个原因。第一呢，是这部剧所呈现的历史年代，正好是唐高宗到武周王朝的过渡时期。这段时期呢很有意思，很值得一聊。而且啊，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出现的那些历史人物，比如说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杨妃、唐太宗、曹王李明以及裴炎等等，都是一些很有故事的人物。所以我想啊，大家也都很想对他们多了解一些，这是一个原因。第2个原因呢，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网上看到啊，说这个剧的主创人员说，这部剧呢是非常尊重历史史实的，这一点非常的吸引我。所以呢，我就受累看了几集。看完以后，感觉上这部剧的服化道还是挺不错的。至于是否忠于史实，这一点呢，我只能引用苏东坡苏大学士的一句名言来作为回应了。这句名言是什么呢？就是呵呵。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啊，这个呵呵不是现在的网络常用语吗？怎么成了苏大学士的名言呢？其实这一点也不假，在苏东坡的文集中，至少有40-50处出现了呵呵这2个字。大部分啊是出现在苏东坡与友人们的通信中。比如说，他曾经给大书法家米芾写信，说米芾，你的字啊写得非常好，但是呢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人知道你。不过这主要是因为呢你还没死，你死了以后你的字就一定出名了。然后说完这句话，加了一个呵呵2字。再比如说，他曾经给友人陈继常写了一封信，说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精力充沛，写一篇小文不足挂齿。然后后面加上了呵呵2字。其实啊，他是在暗讽陈继常，因为陈继常啊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河东狮吼的里面的男主人公。他的夫人就是那位河东狮吼。苏东坡在这里呢就是暗讽陈继常，说他晚上啊经常被老婆骂，睡不好觉。苏大学士用呵呵这2个字来表现出他乐观豁达的心胸。他信中的呵呵2字都是善意，而且是可以令人接受的。意思呢更像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哈哈。但不管怎么说，把呵呵这2个语气词用在了书面上，苏东坡不敢说是首创，但至少也是用的很多的。好像我一不留神又跑题了，这是不是就确定了今天这个视频的基调啊？虽然说关于这部剧是否忠于史实这一点有点呵呵了，但是呢，这部剧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倒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些历史人物和那个特殊的时期，这样方便大家观剧的时候呢，对它的真实的历史面貌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如果您没有追这部剧也没有关系，咱们说的还是唐朝的那段历史。咱们先来说说这部剧的男主人公裴行俭的历史原貌。裴行俭呢，出生于河东闻喜裴氏。有的朋友啊，对河东可能有点疑惑，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河东呢，自然指的是黄河以东，但是又有的朋友会问，黄河是从西向东流，怎么会有河东呢？应该只能有河南、河北才对啊。其实黄河并不是一直都是从西向东流，它在中国的青海、甘肃、内蒙这一段呢，它是先由南向北流，然后又往东流了一段，到达了内蒙古的河口镇以后，又开始往南流，一直到了潼关，然后就一直往东流了。所以从内蒙古的河口到潼关这一段呢，黄河是从北向南流的，由此呢也划分出了河东和河西。河西指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河西走廊、河套平原那一带，河东呢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因为黄河这时候正好流经山西省的西南部，所以山西省在古时就被称为河东。我怎么记得我们这是一个历史频道，怎么突然又跑到地理上去了？今天的跑题有点跨学科了。河东裴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实际上啊，河东裴氏和我们前段时间谈的大秦附中的嬴姓家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应该说是近亲。因为河东裴氏的姓氏也是姓嬴，他们是嬴姓裴氏，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嬴姓赵氏和嬴姓秦氏一样。河东裴氏的先祖呢是秦国的先祖秦非子，就是那位曾经为周天子牧马被封在了秦地，而且还承继了嬴姓的祭祀的那位秦非子。
秦非子呢是把他的一个孙子分封到了现在的山西省闻喜县，那个时候呢当然不叫闻喜，那个时候呢叫一个字，但这个字呢已经不存在了。是怎么写呢？是上面一个秦非子的非，下面一个诚意的意，意思呢就是秦非子之诚的意思。后来这个字呢经过演化，那个诚意的意就被依附的依所取代，变成了现在的裴，这也就是河东裴氏的由来。自汉朝开始啊，河东裴氏可以说是代代出高官。到了以前我们讲过的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和琅琊王氏分庭抗礼的一段时期，历史上呢称为八裴八王，就是说琅琊王氏出来一个人，裴氏也能出一个同等重量级的人与之抗衡。当然了，最后还是干不过琅琊王氏。各种原因呢，在琅琊王氏长盛不衰的原因那一集中，我说的已经很清楚，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可以抽时间去看看。到了隋朝，裴家也没有丝毫衰落的迹象。当时的吏部尚书裴仁基，也就是裴行俭的父亲，曾经被隋炀帝杨广派去征讨瓦岗寨，结果呢，裴仁基和他的儿子，也就是裴行俭的哥哥裴行衍，一同投降了瓦岗寨。后来瓦岗军跟王世充决战，瓦岗军失败，裴仁基和裴行衍又被王世充收在了帐下。王世充呢是想借助于河东裴氏的声望，但是裴仁基呢非常的看不上这个王世充，最后他还是想投奔明主，就是当时的唐高祖李渊。后来事情败露，裴仁基和他的儿子裴行俭双双被王世充所杀。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呢也一直对裴家是厚加抚恤。裴行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了明经考试，进入了官场。那什么是明经呢？明经考试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考进士。其实明经和进士是科举考试的两个不同考试方法，也可以说是进入官场的两个不同的途径。二者考试的内容不太一样，明经呢偏重于经典子集的背诵，而进士呢又侧重于策论和诗词歌赋。所以呢，进士考要比明经考要难得多，不是你只要下功夫死记硬背就能够做到的，因为诗词歌赋以及策论需要很多个性的发挥。所以啊，当时有一句俗话叫30老明经，50少进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30岁了，你考上明经，你算是老的了，有的人20岁就考上了，而你50岁能考上进士的话，应该还算是年轻的。由此可见，进士是非常的难考的。进士的录取比例呢，基本上是2%-3%，而明经呢是大概在10%左右。当然了，这也不是说明经考试出来的人就比进士差多少。唐朝的宰相狄仁杰就是明经考试的毕业生。虽然最后狄仁杰身居高位，但是呢，他仍然对自己不是进士出身耿耿于怀。所以由此可见呀，进士及第应该说是那时候所有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裴行俭入仕以后，先是担任了一个负责军队后勤的一个小官，后来呢就晋升为长安令。这时候正好是唐高宗李治要废了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新的皇后。王皇后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她是太原王氏的人。说起这太原王氏，咱们第一个课堂提问的问题就出来了。以前我曾经说过，在唐朝的时候呢，有5姓7望这几大家族。那么问题就是这5姓7望都是哪些家族？你不用全答上来，你答对4个就是满分。答案呢，我还会在本期视频的最后向大家公布。裴行俭对唐高宗废王立武这种做法非常的不满，所以私下里啊就和他的朋友褚遂良以及长孙无忌抱怨了几句。但是这些抱怨的话呢，不小心就被唐高宗李治听到了。唐高宗李治就把裴行俭贬到了西部边疆的军队中，做了一名长史。虽然说是贬，但实际上级别并没有降。而且唐高宗李治也知道，裴行俭作为将门之后，他是有很高的军事才能的。这次贬黜呢，对裴行俭来说，应该说是因祸得福。他在军队中可以充分的发挥所长，大展拳脚。很快，他因为杰出的军事才能，就被晋升为安西大都护，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这一级别。作为唐朝西北边境的最高军事长官，裴行俭在这个位置上呢，更加的大放异彩。
他曾经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西突厥2个部落的叛乱，粉碎了当时对唐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吐蕃王朝，企图在西突厥挑起事端，从而在2个方向上威胁唐王朝的这个阴谋。后来裴行俭又亲率30万大军征讨东突厥，也是连战连捷，算是粉碎了东突厥企图东山再起的美梦。裴行俭的这些军事才能呢，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教于他的恩师苏定方。苏定方呢也认为裴行俭是承继他衣钵的最合适的弟子。裴行俭在西域大概待了10年时间，之后他就回到了京都长安，在鸿胪寺担任少卿，后来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吏部侍郎。鸿胪寺呢，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比较陌生，特别是对寺这个字呢，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认为寺呢都是和尚待的地方，寺院。那么为什么在古代，特别是在唐宋明时期，很多的政府机关都叫这寺那寺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寺最早的意思呢，说的就是国家机构，并不是寺院。在《汉书》中啊，有这样一句说：“凡府庭所在，皆谓之为寺。”在中国的秦汉时期呢，实行的是3公9卿制，3公的官署呢称为府，而9卿的官署就是称为寺。基本上3公是负责国家的大政方针，9卿就负责具体执行。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唐宋以及明时期的3省6部制。唐朝呢，也是寺最多的朝代。总共有9个寺，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大理寺、光禄寺，各个寺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大理寺呢，主要是负责刑狱；光禄寺呢，是负责皇家的祭祀以及朝会；太仆寺呢，是负责车马。而刚才提到的裴行俭任职的鸿胪寺呢，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它是礼部的下属一个机构。鸿者生也，庐者传也。所以鸿胪寺呢，就是要让天朝的威名传播四海，让万邦来朝。当时裴行俭担任的是鸿胪寺的少卿，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裴行俭在京中一直做到了吏部尚书。后来西北边疆战火又起，唐高宗李治呢想让裴行俭再次挂帅出征，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裴行俭突然得了重病，不幸去世，终年64岁。总结裴行俭这一生，他可以说是能文能武，是一代儒将。而且呢，他同时也是一位书法的名家。他曾经自称他的书法比褚遂良要好。当然了，褚遂良不同意这种说法。初唐4大家中也没有裴行俭的名字，也可能呢是裴行俭相较于这4位书法大家太年轻了一些。所谓的初唐4大家，指的是4位书法名家。他们分别是欧阳询、薛稷、褚遂良，还有一位，他的名字叫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课堂提问的第2个问题，就是他是谁？答案呢，我还是会在视频结束之前跟大家公布。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裴行俭的家庭。在这里呢，我们就会提到剧中的女主人公库迪琉璃。当然了，库迪琉璃是剧中的名字，在历史记载上是没有她的名字，我们只能称之为库迪氏。首先要说的是，库迪氏并不是裴行俭的第1位妻子，她是裴行俭的续弦。裴行俭的第1位妻子姓陆，是当时吏部侍郎陆爽的女儿，为裴行俭生育了3儿2女。陆氏夫人是在裴行俭在西域工作的那10年期间去世的，所以很有可能裴行俭是在西域期间，在他的妻子去世以后，他又迎娶了他的第2任夫人，他的这位续弦库迪氏。那么裴行俭和库迪氏有没有像剧中那样有一段缠绵的爱情故事呢？这个呢很难说，但即便是有，也不会是像剧中呈现的那样，因为裴行俭和库迪氏根本就不是一代人，他们2个人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年龄差距，可以说他们是老夫少妻。为什么这么说呢？裴行俭呢是出生于公元619年，而历史上呢是没有库迪氏的出生年月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推测一下库迪的年龄。裴行俭和库迪氏育有一个儿子，就是裴光庭，他是出生在公元678年。
就是说，裴光庭出生的时候，裴行俭已经是59岁了，所以这时候库迪氏不可能是和裴行俭年龄差不多。即使说比裴行俭小几岁，比如说50岁，在那个时候也是很难怀孕生子的。而且呢，我想那时候呢，应该也没有什么代孕之类的。要想生儿育女呢，只有自己亲自来。所以这么说来，库迪氏当时的年龄应该是30、40岁的样子。再有一点呀，后来在裴行俭去世以后，库迪氏呢就被武则天招入了皇宫，参与了政事。在裴行俭去世以后，库迪氏又活了35年，才最后去世的。如果库迪氏和裴行俭年龄相仿，那么当时的皇帝武则天不大可能招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进宫去工作。考虑到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50岁已经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了。所以很有可能武则天招库迪氏入宫的时候，那时候库迪氏应该是30多岁。所以啊，库迪氏和裴行俭应该有不低于20岁的年龄差距。裴行俭与前妻陆氏生有3子2女，他的大儿子呢在成年以后就夭折了。他的2个女儿的女婿都是裴行俭亲自为他们挑选的。这2个女婿可以说都是事业的成功者，其中一个呢是叫王巨，他是王勃的哥哥，还有一个人叫苏味道。苏味道呢是裴行俭在西域征战时的随军文书，非常的有文采，颇得裴行俭的赏识，最后把女儿也嫁给了他。苏味道也是不失所望，到了武周时期做到了宰相之职。但是啊，苏味道的官声并不是很好。大家知道一句成语叫模棱两可，就是出自于苏味道。就是说他呀，身为宰相不愿意承担责任，下属问他这件事情该怎么办，他总是给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最后苏味道在政坛上还是站错了队，站到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柬之的这一边。唐中宗上台以后就被罢了官。苏味道呢还是颇有文采，火树银花这句成语就是出自于他的诗句。苏味道有4个儿子，其中3个儿子都做了官，只有1个儿子叫苏奋的并没有做官，而是去了眉山娶妻生子。9世以后，他生了1个儿子叫苏洵。苏洵呢也有2个儿子，分别是苏辙，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熟悉的千古第一人苏轼苏东坡。另外一个女婿王巨最后也是做了3品以上的高官。说起来啊，裴行俭是非常看不上当时的初唐4杰，就是王勃、杨炯、骆宾王、卢照邻，认为他们3个人除了杨炯能够担任县尉之职以外，其他3个人都不可能做高官，而且寿命都不会长。裴行俭选择了那些所谓的事业成功者作为他的女婿，是为他的女儿们安排好了稳定安逸的生活，这作为父亲来说无可厚非。但是过了千百年以后，人们或许已经不再记得谁叫苏味道，谁叫王巨，而只会记得写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勃，或者是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的杨炯，又或者是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讨武曌檄的骆宾王。所以说呀，得也失也，成也败也，这真的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评说了。或者就像杜甫的这首诗说的那样，王杨卢骆当实体，轻薄为文审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咱们再说说那位库迪氏。库迪这个姓氏呢是鲜卑的姓氏，库迪一族也是鲜卑族的大家族，在北魏和北齐期间也是历任高官。裴行俭娶库迪氏是作为续弦，并不是作为妾。续弦在家中的权力是远远高于妾的，他们的儿女也是嫡子嫡女，所以续弦的家庭出身地位也一定要和裴行俭的家庭出身匹配才可以，不可能像剧中的那样出于一家服装店铺。库迪是在裴行俭去世以后，还在为裴行俭服丧期间就被武则天招进了宫，做了武则天的御正。御正这个官职呢，实际上在唐朝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北魏时候的官职。但是在武则天期间呢，又把这个官职提起来，但更多呢只是一个称呼，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虽然官职并不是正式的，但是库迪为武则天做的事情却是实实在在的。他的主要工作也是草拟诏书啊，还有一些文书上的工作。同时和库迪一起被武则天招入宫的还有另外几名命妇。
这几个命妇的共同特点呢，一个是她们都颇有才学，再有一个就是她们都不用担心要回去给老公做饭，因为她们的老公都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所以库迪和其他几名命妇就勾勒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在政坛上绝无仅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和武则天一起组成的这个女子天团，被后世的某个人命名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当然了，不光有姐姐，还有妹妹。这个妹妹呢，就是后来在政坛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掌握大权的上官婉儿。上官婉儿这时候还非常年轻，真正上官婉儿出彩的时候，应该是在以后的中宗时代。那时候上官婉儿独掌之兆，成了政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们这个女子天团中，除了武则天永居 C 位以外，库迪氏明显是其中的佼佼者。库迪氏先被封为华阳夫人，后来又被晋升为晋国夫人。华阳夫人算是郡夫人。所谓郡夫人呢，是三品官员的妻子或者母亲，可以被授予郡夫人，品级和丈夫相当，有俸禄但无实权。而再上一级就是国夫人，大家比较熟悉的魏国夫人、韩国夫人，就是武则天的姐妹。国夫人是授予国公或者一品大员的母亲或者妻子的。库迪氏的儿子裴光庭最后仕途非常的顺利，也是更多的得益于他的母亲为他打下的基础。所以说他可以说是子以母贵，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裴光庭后来娶了武三思的女儿为妻，由此也可以看出武则天对他们这一家的关照。当然了，最后宰相李林甫与武三思的女儿，也就是裴光庭的夫人私通，给裴光庭戴了一顶绿帽子，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在史书上说库迪氏是有人嗣之德、班佐之才。这个人嗣和班佐呢，说的是4个人名，也是历史上的4个奇女子。你说这史书也是一下子说出4个人名，这不是想让我跑题跑得很远很远吗？不过既然提到了，我要不跑的话也可能忍不住。班指的就是班昭，又被称为曹大姑，是《汉书》的作者，也是号称中国4大才女之一。顺便说一下，剧中库迪琉璃的母亲呢，是宫中的一个服装设计大师，叫安大家。这个大家实际上呢，应该读成大姑。据我所知，在历史上只有班昭得到过这个称呼，那是因为他的文采和知识。至于一个服装设计师，哪怕他是顶级的，我觉得在注重儒学的唐朝也不大可能获得大姑的称号。班昭还写了一本书叫《女诫》，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3从4德：在家从父，继嫁从夫，夫死从子，此为3从。4德就是夫德、夫严、夫荣、夫恭。这部《女诫》被称为女4书之一，到了明清的时候，也被那些理学人士大加利用。据说在金星上有一个陨石坑，就是以班昭的名字来命名的。说起来呢，班昭也是当之无愧，因为他确实为后世的女性们挖了一个大大的坑。左指的是左芬，她是导致洛阳纸贵的那位大才子左思的妹妹。关于左思，以前我们也讲过，因为相貌丑陋而怀才不遇。那么人嗣之德的人嗣又指的是谁呢？人嗣呢，指的是太仁和太嗣，他们分别是周文王的母亲和妻子，再加上周文王的祖母太姜，合称周朝3太，也是古往今来女人贤德的代表。太仁在怀周文王7天，耳不听淫声，目不视恶色，口不出恶言，每天只听高雅的琴声和诗歌。生出的周文王从小就聪明伶俐，长大以后也是品德高尚，所以说太仁可以被称为中国胎教的先驱者。太嗣呢，是出身于夏朝的王室，当初他与周文王在渭河之畔第一次相遇，周文王看到太嗣的形貌以后惊为天人，后来又得知太嗣的品德高尚，所以周文王执意要迎娶太嗣。但是当时渭河并没有桥梁相连，于是周文王就以周周相连搭成了浮桥，过了渭河迎娶了太嗣。在《诗经·周南关雎》中就记录了周文王与太嗣的这段爱情经历，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太姒过门以后，孝敬公婆，又帮助周文王治理朝政，使得最后周文王灭了商汤，也算是为夏朝王室出身的太姒报了成汤灭夏之仇。到了近现代，我们称自己的夫人为太太，其实呢也是来自于周朝三太，是在赞美自己夫人的贤德。说到这儿啊，我不禁想起了前几年有一位国内顶尖大学的教授，曾经发表了他多年研究而得的学术成果，说称自己的丈夫为老公，这个称呼呢不太合适，因为老公在明清时代指的是太监，也不可以称自己的老婆为夫人，因为夫人应该是别人叫的，不应该是自己叫的，自己叫的话就有点夸耀的意思。那么夫人不能叫，太太这种明目张胆的夸耀之词就更不能叫了。听到这样的所谓的研究成果，我是真的无语了。我相信现在没有人当妻子介绍自己的丈夫为老公的时候，会认为她的丈夫是个太监，而且也没有人会认为说这是我夫人的时候，认为你是在夸夸其谈。语言作为一个工具，它本来就是在不断的演化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知道很多成语的意思和它本来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再说了，即便是夫人太太有点夸耀的意思，那又怎么了？莫不成要叫自己的妻子为糟糠？我不知道教授先生是不是就是这么叫的。如果他真的这么叫的话，我有点担心他会天天吃糠。神龙政变以后，武则天下台，这个女子天团也就解散了。库迪氏呢，也就回到了家，潜心研究佛法。后来到了唐玄宗执政期间，唐玄宗仰慕库迪的才华，又想招他进宫做事，但是还是被库迪氏婉拒了，因为他那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而且更加热衷于佛学的研究。到了唐玄宗开元5年，库迪氏才去世，应该也算是长寿之人。他死的时候立下遗嘱，要把他葬在终南山他所敬仰的佛学大师信行禅师的塔林附近，而不是与他的丈夫裴行俭合葬。这个在当时唐朝对于一些笃信佛教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呢，到了现代却有一位姓卢的先生，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卢先生是不是教授，如果就随便称他为教授的话，我怕他会说我在骂人。这位卢先生根据库迪氏没有与裴行俭合葬，以及在神道碑上的只言片语，就认为库迪氏之所以不与其夫合葬的原因，是因为库迪氏之前是裴行俭的早逝的大儿子裴真隐的夫人。也就是说，库迪氏先是裴行俭的儿媳，后来又成为了他的续弦。他和裴行俭之间曾经有过翁媳的关系。那篇文章呢，我也看了，我个人感觉纯属猜测，只能说这位卢先生的脑洞开得比较大，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脑洞如果开得过大的话，很容易进水的。之所以提这件事呢，也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在网上看到了这样惊世骇俗的文章，大家呢能够加以分辨。我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的反驳他的论点论据了啊，没有太大的意思。其实啊，我觉得库迪氏之所以最后没有和裴行俭合葬，原因呢可能很简单，一来呢可能就是因为库迪氏笃信佛教，而在当时唐朝，有些佛教徒选择葬在自己的灵魂导师的周围，也并不仅仅是库迪一例。再或者说，也许库迪和裴行俭的夫妻感情并没有像剧中说的那样好。再可能呢，就是库迪氏不想再忍受裴行俭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磨牙、说梦话，想死后讨一个清静，所以选择不与其合葬。不过裴行俭死了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些毛病了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原因很多，不至于非要整出一个翁媳关系这样一个哗众取宠的说法。大家也清楚，哗众有时候不光是能够取宠，也能够取辱。好的，关于裴行俭与库迪氏的历史原型，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最后呢，咱们公布一下刚才2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五姓七望指的是什么？五姓呢指的是李、崔、卢、郑、王，七望指的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柏林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以及太原王氏。因为李姓和崔姓各有2个郡望，所以呢合称五姓七望。
这5姓7望家族中的这些人在唐朝的历史中会经常的出现，所以呢，有必要让大家多熟悉一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观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